外交部22号透露，基于3点原则立场，中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律宾达成临时性安排，双方同意共同管控海上分歧，推动南海局势降温。南海局势会否就此降温？为何过去1年来频频在南海多地挑衅的菲律宾，现在意识到管控局势的重要性？而菲方针对临时性安排玩起了文字游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来看报道。7月2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方达成临时性安排答记者问。发言人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于如何处理当前的仁爱礁局势，中方已公开宣布3点原则立场：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特别是第5条关于不在无人岛礁采取居住行为的规定，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该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拖走坐滩军舰之前，如菲需要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实施运补，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运送大量建材上舰，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以维护中国主权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发言人表示，基于以上3点原则立场，中方近来持续同菲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磋商，并于日前就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双方同意共同管控海上分歧，推动南海局势降温。中方的阐述首先批驳了菲方过去的一些错误行径，那么第二部分实际上主要阐述了中国一直在处理仁爱礁这个问题上补给问题上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实际上也同时为下一步菲方如果有在进行补给当中出现一些越界行为，它实际上是画出了一个底线，所以整体的完整的这个表述，实际上对未来双方在这个海上执法方面的一个规范，我觉得做了一个完整的这个表述。外界注意到，菲律宾外交部21号也发表一份声明，称就临时安排达成谅解。菲方表示，这是双方在7月2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期间进行坦率和建设性的讨论之后，经过一系列磋商后达成的。双方持续认识到降低南海紧张局势以及通过对话和磋商管控分歧的必要性。菲方声明还宣称，同意该协议并不影响各自在南海的立场。深圳卫视注意到，路透社上周曾援引非外交部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中菲同意建立3条海上问题沟通渠道，其中包括2国海警部门的直接沟通热线。外界认为这将改善争端处理方式。实际上，今年以来，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已经举行了2次会议，传递出一定的积极信号。继本月初举行的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之后，近日中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方达成临时性安排。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面对法新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了中方的3点原则立场。我注意到，对于中菲之间包括仁爱礁问题在内的涉海争议，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予以管控。反观菲律宾频繁与美国联合行动，挑动南海局势紧张，虽有机会对话，却往往未予重视或言行不一，即使对话举行，实质进展亦难期。发言人此前就曾指出，菲律宾不惜以牺牲中菲关系为代价，实际上已落入美西方国家的圈套，成为一些国家构建反华恶华小圈子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菲方22号还发布了另一份声明，其中玩起了文字游戏。这份声明宣称，菲方不同意在执行补给任务之前先通知中方的说法，并强调了菲方将继续在仁爱礁海域主张自身权利和管辖权。但在声明的最后，菲方也表示，协议是本着诚意达成的，菲方仍准备执行。事实上，去年下半年以来，菲律宾频频在仁爱礁及其附属海域开展挑衅行动，并多次拉上媒体上演闹剧。南海问题也因此多次占据一些国际媒体的重要版面。菲方企图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面对菲方挑衅，中方作出强力反制，并多次公布现场视频和照片等证据澄清事实。6月17号，菲律宾再次违背承诺，派出1艘运补船、2艘充气艇非法闯入仁爱礁邻近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了25年之久的马德雷山号军舰运送物资。面对菲律宾的挑衅行为，中国海警对飞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
事后，菲方还叫屈称中方没收了他们的枪支，并要求中国归还赔偿。这样的无理要求当然是自讨没趣。观察指出，中国海警部门全时戒备、严阵以待的应对态势，加上果断执法，对菲方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6月下旬以来，菲方降低挑衅烈度，并在本月初与中方一起举行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最终达成临时性安排。双方实际上已经在过去几年形成了双边磋商的机制，这个实际上是为双方同时降温或者说是沟通呢，我觉得创造了一个平台。菲律宾的政策在高峰之后进行一个回调，可能主要还是要对国内一些民众的情绪做一个交代，后续仍然要看双方究竟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协议，也有可能看到中国展现这个实力之后的这种决心。第3点就是说，可能看来美国对他的支持的力度有，但是也比较有限。需要指出的是，南海曾一度恢复和平之海、繁荣之海，而近年来在美国的煽风点火下，非政府有恃无恐。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律宾达成临时性安排前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19号还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宣称，美国倾向菲律宾自行进行补给作业，美方已向中方清楚表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马德雷山号登陆舰。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穆斯也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国正在增加与菲律宾举行联合演习的频率，希望在菲部署更多兵力。此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日前还访问了菲律宾。但观察指出，临时性安排的达成，实际上显示菲方的态度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其原因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导致菲方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空前升高。实际上，早在今年4月，菲律宾驻美大使何塞·罗莫尔德兹就表示，菲律宾正密切关注美国总统大选。他还说，美国领导层的任何转变都将被视为重新强化美菲两国同盟的机会。近日，何塞·罗莫尔德兹又说，他对美方政策不会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发生明显变化感到非常放心，还说特朗普选择对华持鹰派立场的参议员万斯作为竞选伙伴，这对菲律宾来说也是个好兆头。分析认为，菲律宾驻美大使何塞·罗莫尔德兹的有关表态显然是对特朗普的隔空喊话，但很显然，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并不会为菲律宾的利益考虑太多。近日，特朗普已经向台当局喊话，要求交保护费，显示了其防务政策取向。而美方所要的保护费胃口之大，恐怕是菲律宾政府难以承受的。我觉得这个外交政策实际上这个摆幅还是比较大。从美国的这个表述来看，我觉得可以表述为2个有限。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希望中非在海上的冲突的烈度是有限的。第2点呢，就是表明一个立场，就是美国这个介入他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也是有限的。7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发出震撼弹，宣布退出本次大选，并支持副总统哈里斯代表民主党出战。随后，哈里斯发声明称，将尽一切所能团结民主党和国家，以击败特朗普。而特朗普不仅批评拜登是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还嘲讽哈里斯不堪一击。接下来的100多天，美国政坛还将上演怎样的大戏？一起来看报道。Breaking news at this hour.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s he will not run for re-election. Tonight, the breaking and historic news. President Biden says he will not seek a second term, ending his campaign and endorsing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for the nomination. 当地时间21号下午，拜登突然在社交媒体发表公开信，宣布正式退选，并称他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向全国详细说明这一决定背后的细节。虽然此前有传闻称拜登最快于周末官宣，但直到周日下午才由拜登本人宣布，这一消息还是让美国媒体措手不及。In a letter posted on his account on X, he wrote, "While it has been my intention to seek re-election, I believe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my party and the country for me to stand down and to focus solely on fulfilling my duties as president for the remainder of my term." 拜登的这一决定也让他成为自1968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以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唯一一位放弃寻求连任的在任总统。民主党参众两院领袖舒默和杰弗里斯，以及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前总统奥巴马都赞扬拜登是伟大的总统，退选显示他是真正的爱国者。
拜登的退选也让众多民主党选民松了一口气。在白宫外聚集的民众里，有人感谢拜登过去几年的付出，也有人对民主党的未来表示担忧。I wouldn't say I'm disappointed. I don't know that it's going to change things one way or the other. 自美国民众见证上月的2024总统选举首场电视辩论中拜登的史诗级灾难表现后，他日益遭到民主党党内巨大的劝退压力。再加上特朗普历经枪击以及拜登再次新冠确诊，都让他的竞选之路雪上加霜。日前出刊的《欧洲人》杂志的封面报道题为“子弹射中特朗普，但杀死的却是拜登”，就是对7月13号特朗普遭遇枪击案但有惊无险的辛辣评论。美国媒体曝光的更多细节显示，拜登虽然起初一直很抗拒退选，反而是表现出相当的坚定态度，但最后决定退选似乎也是非常果断。据报道，拜登20号晚仍对多名副手表示将坚定不会退选，但21号下午因感染新冠病毒，在特拉华州度假屋里养病的拜登突然对外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大选。不少拜登的核心幕僚也都是透过社交平台才知道拜登退选的消息，十分震惊。还有报道渲染称，消息传到白宫后，不少职员都哭泣起来。对此，有分析指出，击败拜登的并非其竞争对手特朗普，而是民主党党内的逼宫与分裂。民调显示，拜登的表现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他依然具有和特朗普一战的能力。但民主党内的墙倒众人推的景象让拜登有些伤心，但更多的是愤怒。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民主党的这个内斗或者内讧我想是一个多重压力导致他做出退选这样的决定。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退选肯定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值得注意的是，拜登退选公开信发出后大约半小时，再发另一则帖文，全力支持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随后，哈里斯发声，先是赞扬拜登做出爱国的决定，后称很荣幸获得支持，将寻求赢得民主党提名，尽其所能团结民主党和国家，击败特朗普。而拜登的官方竞选网站也随即转为支持哈里斯参选，呼吁选民捐款给他。据彭博社报道，在电视辩论后，特朗普获取的竞选资金快速反超拜登，而拜登竞选团队则在6月份花钱如流水。据称，他们当月筹集的资金中有93%都被花光了。所幸拜登的退选激起了人们的捐款热情。据《纽约时报》22号的报道，民主党捐助者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网上捐款。数据显示，在拜登宣布终止竞选的前几个小时，民主党在线捐款网站平均每小时收到的捐款不到20万美元，但拜登退选后，当晚1小时捐款飙升至近1150万美元。截至晚上10点，筹集资金超过5000万美元，十分惊人。7月21号成为了该网站历史上第3大在线捐款日，也是自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民主党人在线捐款最多的一天。根据美国的选举制度规定，作为副总统的哈里斯在拜登退出后将继承他的竞选资金，而假如民主党换人，则这笔资金只能充公。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称，截至6月底，拜登团队已筹集资金高达约2.7亿美元。因此，单从竞选资金的角度考虑，也决定了难有其他民主党人向哈里斯发起挑战。而另起炉灶的话，筹款也要从头再来。对于仅剩3个多月的大选投票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部也迅速行动起来。继拜登后，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希拉里以及多位被视为拜登候补有力竞争者的民主党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等也陆续对哈里斯表示支持。据悉，目前所有50个州的民主党主席都支持哈里斯成为新的总统候选人。但出人意料的是，前总统奥巴马和前众议长佩洛西2位民主党内大佬迅速发声明反对支持哈里斯。他们都认为这不符合民主程序，指出不应由拜登来指定接棒参选的人。根据民主党的选举规则，需要通过线上投票或公开大会的方式，尽快确定党内候选人，并在8月19号开始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正式提名，以赶上11月5号的总统选举。这意味着哈里斯仍需获得绝大多数民主党代表的支持，且必须超过所有其他候选人。哈里斯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讲是最大的，因为按照美国的这个宪法也好，历史传统也好，那么副总统呢，他都是第一顺位人啊。那么历史上也有先例，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的确认，因为现在民主党这样一个内乱的状态，谁也无法预计会不会出现其他的状况。
59岁的哈里斯来自移民家庭，父亲是牙买加裔经济学教授，母亲则是印度裔研究癌症方面的专家。他出生于加州奥克兰。哈里斯拥有法律学位，2003年当选为旧金山地方检察长，7年后获选为加州首名女性、首名非洲裔及首名亚裔总检察长。英国广播公司分析称，大多数民主党人转而支持副总统，这样做有政治和现实双重因素。哈里斯是法律规定的拜登继承人，而且对民主党来说，绕过第一个黑人女性总统身份带来的光环的后果将非常严重，不利于获得有色人种女性的选票。实际上，哈里斯被认为十分圆滑，在竞选代表他的家乡加州的参议员席位时，为了讨好华人社群，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贺锦丽。2016年，他成功赢得加州参议员席位后，包括特朗普时期的前后2任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巴尔，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都曾在哈里斯的质询下哑口无言。I wouldn't. Yes or no? Could you repeat that? 2019年，拜登选择哈里斯为竞选搭档，并罕见在选举中与其深度绑定。时至今日，拜登的选举网站域名中仍有哈里斯的名字。外界认为，拜登强势给哈里斯赋能，为的也是栽培哈里斯这颗政坛新星。哈里斯也一直是拜登的坚定支持者，甚至有人认为他为了衬托拜登的光芒而一直避免出风头。近日，拜登深陷退选困境，哈里斯多次表态称有信心再次获胜。不过，对拜登过于顺从也成为政治对手攻击哈里斯的弱点。I call her laughing Kamala. You ever watch her laugh? She's crazy. So who would you like to most run against if you're us, if we want to win? Ready? Kamala Harris. Crooked Joe Biden.在获悉拜登退选的消息后，特朗普抓住机会嘲讽拜登是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他还表示，哈里斯比拜登更易被击败。据《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团队正在制定攻击计划，包括给哈里斯贴上拜登副驾驶的标签，尽力将其与拜登的移民政策捆绑，同时继续攻击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以此彻底击垮民主党。另有报道称，共和党人正在对拜登进行乘胜追击式的逼宫。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就表态称，既然拜登没有竞选连任的能力，就意味着他现在的任职也是不合格的，敦促他尽快辞去总统职位。而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德森则表示，民主党人知道拜登丧失了行为能力，却向美国人民撒谎以掩盖这一事实。他还说，如果拜登精神上不适合竞选，那么他就不应该掌握核密码。拜登宣布退选后，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以色列、乌克兰等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文向拜登致意，表示尊重他的决定。而此前已有不少国家陆续主动接触特朗普团队。据美媒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本周访美，并表示希望期间能与特朗普坐下来会谈。拜登退选为何让美国的盟友如坐针毡？来看详细分析。拜登宣布退选后，美国盟友的领导人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态。拜登上台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对欧洲盟国表示美国回来了，因此欧洲国家的表态相当集中。英国首相斯塔默称，拜登做出的是符合美国人民最佳利益的决定。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强调，我的朋友拜登总统为他的国家、为欧洲、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多亏了他，跨大西洋合作才得以紧密，北约才得以强大，美国才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好伙伴。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爱尔兰总理哈里斯、捷克总理菲亚拉、挪威首相斯托穆，曾在2014至2019年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波兰总理图斯克等，也对拜登表达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感谢拜登的领导和付出，澳美联盟从未如此强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形容拜登是一个伟大的人和加拿大真正的朋友。那么，我想这个美国的盟友对这个拜登表示祝福呢，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啊，也在逻辑之中。因为拜登任内他的主要的外交的这个政策的用力点、着力点就是恢复或者重振美国跟盟友的关系嘛，所以。实际上，美国的很多盟友还是乐见这个拜登式的这种推动美国重返世界舞台、发挥一个比较有效的领导的这样一个做法。
外界认为，对拜登退选最为紧张的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发一篇长文写道：“永远感谢拜登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乌克兰。”还说，眼下欧洲局势仍具挑战性，真诚地希望美国继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本月19号，泽连斯基与作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通电话，期间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承诺，他如果重返白宫，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对此，泽连斯基表示不满。If he want to do it during 24 hours, the simple way is to push us to pay, because it's understandable how. It means just stop and give, and forget. We will never go on this. Never. 特朗普此前则多次表示，一旦当选就会切断对乌援助，还称泽连斯基是史上最厉害的推销员。因此，泽连斯基被认为是最担心特朗普回归的人之一。他曾表示，如果特朗普获胜，他无法预估其会如何行事。他希望届时特朗普不要退出北约，也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而对于拜登退选，俄罗斯方面的反应较为平静。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美国未来政治局势发表评论称，莫斯科不干涉美国选举，也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距离美国最终大选还有4个月，时间还很长。在此期间，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改变，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仔细观察事态发展。他强调，俄方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我想这次俄罗斯做法是正确的，就是比较谨慎，避免这个给美国人以干涉或者介入美国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把柄被美国人拿在手上。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面对拜登的颓势和特朗普在选举中的气势如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已开始主动接触特朗普团队，以提前布局，未雨绸缪。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本周访问美国，并于24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除按计划与拜登和正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副总统哈里斯会面以外，他还希望能与特朗普安排一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在22号飞往华盛顿之前表示，无论今年11月谁当选，以色列都将是美国在中东最强大的盟友。据美媒此前披露，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内塔尼亚胡与其关系融洽。在特朗普的强力支持下，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驻以色列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引发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抗议。而为了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内塔尼亚胡将一处位于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占领区定居点命名为特朗普高地，但两人友谊并不稳固。2021年在暗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事件中曾发生局语。外界注意到，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发生后，内塔尼亚胡在慰问讲话中将这位前领导人称为特朗普总统，特意省略了前任一词，以向他示好。据外媒披露，特朗普重返白宫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本月中旬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如何应对特朗普成为各国领导人讨论的焦点话题。各国领导人一边忙着组建防特朗普的援乌机制，一边主动接触特朗普的顾问及亲信。峰会闭幕当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缺席闭幕式，赶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两人讨论了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有分析认为，在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仪式上，欧尔班和特朗普的态度高度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宣称，欧尔班就俄乌冲突的相关外交斡旋并未获得他们的授权。但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目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最早一位与特朗普直接交谈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此外，日本也向特朗普示好。今年4月23号，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赴美期间，专门去拜会了特朗普。此举当时就被外界认为是在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做准备。日媒报道中表示，特朗普向麻生太郎赠送了白宫钥匙。2020年，特朗普在任时曾向内塔尼亚胡赠送，称其象征着通往我们国家和心灵。美国的很多盟友呢，也在为未来可能的特朗普上台的这样一个前景在做准备。那么这个背后呢，也反映出了他们的某些担忧，包括欧洲他们担心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以牺牲盟友利益为代价甚至包括有人在担心会不会以牺牲北约的这个利益为代价等等所以未来美国跟他盟友的关系的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在眼下国际地缘局势一片焦灼的背景下，拜登退选胜特朗普一家独大。面对这一局面，美国的盟友们该何去何从，引发了大量讨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修昔底德现行理论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文称，只有一点可以确定，特朗普回归后将带来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其在外交、经济、贸易、气候变化等领域的退出和孤立政策将继续带来无法估量的恶劣后果。因此，美国盟友必须考虑特朗普对冲，加强战略自主，做好相应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认为，在没有了大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拜登很可能会利用余下任期内的几个月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政治成果，将某些外交政策机制化，让特朗普上台后难以逆转。未来几个月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几个月，要防止他们在利用这最后几个月没有所谓选举负担的时候，制造一些事端，特别是俄乌冲突。他是不是要强化一下对乌克兰的支持，使得这个战争局面就是整个欧洲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战场局面？另外，是不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某种紧张？让它也成为一个难以逆转的一个局面，比如说跟日本联手做一点什么，跟菲律宾联手做一点什么，这都是我们现在要警惕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并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人。您怎么看拜登的这一决定呢？关于拜登退选的靴子总算是落地了。我想，拜登退选这一决定呢，只能是由拜登本人可以做出的。另外呢，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拜登自己的身心的状况。至于说媒体以及民主党大佬的压力，并不是拜登退选的直接原因。媒体也透露出，拜登在最近几天与自己的家人进行了沟通。拜登的亲属还表示说，拜登对自己走路的脚步比较生气。换句话说呢，拜登对于自己的身体能否支撑其总统的职责产生了怀疑。从美国政治的规则来看呢，只有拜登自己能够下决心是否要继续选下去。当然呢，拜登在退选的声明中表示，自己为了民主党以及国家的利益做出了这一决定。对于拜登来说呢，从6月27日的辩论到最近感染新冠，拜登非但没有向公众证明自己的身体是可以的，反而把自己的老态龙钟展露无遗。相比之下呢，特朗普虽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在遇到刺杀之后表现出强大的意志力，尤其是特朗普遇刺后，拜登的颓势似乎是难以扭转了。不仅媒体呼吁他退选，民主党内的大佬以及金主们也不看好他。即便如此，如果拜登决定选到最后，民主党也没有办法将他拿下。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拜登退选的确是为了维持民主党的团结。拜登宣布退选之后，民主党内的一众大佬对他给予了肯定。克林顿、奥巴马参众两院的民主党的领袖都在第一时间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拜登的行动展现了他是个伟大的美国人和爱国者。当然呢，从拜登本人来说，退选声明中一方面肯定了自己的政绩，另外一方面呢，则表示要完成总统任期。这也算是拜登为自己的政治遗产保驾护航吧。不排除在剩下的半年时间里面，拜登要在外交领域有所行动，为拜登主义留下更多的遗产。对于民主党来说，即便是现在拜登退选，民主党的前景也未必会有改观。民调显示呢，哈里斯并不比拜登更能赢特朗普。当拜登宣布谋求连任的时候，民主党的困局就形成了。拜登最大的短板就是年龄，而优势呢也是年龄。纵横政坛几十年，如果他再年轻10岁，应该是没有悬念的。现在拜登退出，民主党内虽然是一片感激，但是拜登留下的漏洞怎么去弥补还是个问题。拜登退了，哈里斯未必能够完全接收和整合拜登的资源。一是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哈里斯能够以及多大程度上得到党内的支持。除了副总统的履历和拜登的提名之外呢，哈里斯的优势并不突出，以及哈里斯会选择谁作为竞选的搭档，都需要时间和政治手腕。拜登的竞选团队以及政治的班底，并不是哈里斯的政治资源。拜登退选之后，共和党议员要求拜登辞职。那您如何看现在的美国政治大戏呢？政治如流水，美国的政治游戏越来越多惊奇了。
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呢，民主党内一片赞扬，但是共和党似乎要乘胜追击。拜登退选以及卸任之后会遭遇什么，还真是个问题。如果哈里斯能够胜选的话，拜登及其家人应该是安全和平静的。拜登退选以及民主党内现在的困局，对特朗普来说是个机遇。其实呢，只要特朗普不犯错，赢得大选的前景还是比较明朗的。本轮大选的过程中，特朗普的性格和语言比较收敛。在与拜登辩论以及遇刺后的演说中，并没有火力全开，而是强调美国要团结。其中的原因或许是特朗普的团队在约束他攻击性的言行。从特朗普本人来说，经过4年在朝和4年在野的历练，特朗普已经不是政治素人了。另外呢，特朗普在8年前掀起了特朗普主义的思潮，对美国政治以及对外战略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朗普败选之后呢，特朗普主义并没有退出舞台，相反，在2024年卷土重来。特朗普选择的竞选搭档万斯就是特朗普主义的信徒。特朗普主义是确定的，但是如何变成政策是不确定的。特朗普在第1个任期中以推特治国，团队走马灯一样换人，这种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赋予了特朗普以权力，但也造成了政策的碎片化和不连贯。在拜登2020年胜选后，我认为拜登的政策会在奥巴马和特朗普之间。如果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那特朗普第2任期应该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进行平衡，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去推进特朗普主义。从世界多国领导人的表现来看，特朗普似乎已经成了影子总统，已经为他上台在做准备。然而，就像拜登退选一样，特朗普也是一个近80岁的老人了，变数依然是存在的。1年1度的台军汉光演习于22号开始，除了强调无剧本实战外，还有哪些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赖清德政府把今年汉光演习的重点之一定为所谓境外物资接转训练，企图里应外合，透露出台独分子的哪些小心思。而日前举行的民进党全代会上，赖清德拿走1半以上中常委席位，民进党内斗又有哪些新趋势？来看报道。赖清德上任2个月后，民进党全代会于7月21号下午举行。这次会议攸关民进党权力分配，牵动2026年选举布局，因此备受岛内舆论关注。在这次会上进行了被视为民进党权力核心的中常委选举。改选后，赖系取得了10席中常委中的6席，非赖系则有4席，包括亲蔡英文的英系苏治芬、王世坚2席，亲苏贞昌的苏系张宏陆1席，陈亭妃1席，亲赖清德的赖系则囊括6席，取得了绝对主导权，包括洪申翰、陈茂松、王定宇、钟佩玲、林俊宪和邱志伟。最后2人属于亲赖的新潮流系。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外界认为赖清德嫡系新潮流子弟兵林怡景也会当选，但不料最后关头却遭遇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人马的桃园市议员吕林小凤的跑票，这导致新潮流系未能如预期拿下3席中常委，最终仅获得2席。分析认为，这透露出民进党内部分裂的迹象。此外，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缺席此次重要会议，也引发外界诸多猜测。蔡英文有前民进党主席身份，具有投票权，但他连续回避了与赖清德有关的分猪肉会议。上一次是在今年5月改选民进党党代表时，蔡英文也未到场投票，这次又以私人行程为由缺席。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蔡英文缺席的真正原因恐怕是避免外界议论赖当局卡到音。实际上，赖清德和蔡英文不和是岛内尽人皆知的秘密。因为你看郑文灿的下场就知道嘛，那我觉得蔡英文自己很清楚，所以他就把自己关起来。全代会就是要团结嘛，赖清德今天喊团结、团结再团结，合作、合作再合作，你要跟谁合作？问题是赖清德是个很记仇的人，你看赖清德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在整肃啊，把过去苏系在金融界扎了根几乎全部连根拔起了，然后甚至连圆山饭店都要换人了，所以赖清德要整个权力结构改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台湾《中国时报》称，民进党全代会是赖清德兼党主席的第1场压力测试，他要在这场全代会的党职选举中成为最大的操盘者，如果处理欠妥，将造成党内分裂。民进党组织部前副主任庄严向中评社分析认为，如今赖在党内是结构不稳的少数，各派系并未全面输成。接着赖一定会出手摆平党内，而其他派系也会反扑，让民进党杀到血流成河。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林国成认为，这次选举结果显示出民进党内斗的警讯，未来可能会对党的权力核心和决策产生影响。我的判断，民进党虽然看起来是平静，但是还是暗中有在较量。赖清德在此次民进党全代会上全程以台语，也就是闽南语致辞。值得注意的是，他再次发表台独言论，妄称将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外界注意到，民进党一直给闽南语贴标签，此前还推动过将闽南语的称谓改为所谓的台湾台语，这也是民进党推动去中国化的伎俩。事实上，闽就是福建，闽南语是福建南部以及岛内的一种方言，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最直观的体现之一。这就是他台独意志的展现。受他们剧中教育长大的小孩，就以为说啊，好像我们就是台语。如果到福建地区，就发现，哎呀，你们怎么也讲我们的台语？所以我们的小孩会因为无知，将来被取笑。他家的祖先是不是也是别人统战的工具呢？这么多百家姓，哪一家姓不是从大陆来？多此一举，系出同源，大家都血脉都一样啊，是同种同文化的东西，去弄这反而让觉得你是不伦不类。民进党尤其以赖清德为首，现在这些台独派认为，台独是要继续推进跟深化，那这里面就需要一些内容来填充，而所谓的台湾台语填充就非常必要。赖清德的史观就是所谓400年台湾史，也就是闽南人来到台湾的历史，那闽南人的在地化、台湾化，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呈现。那这其实本身是非常反智、反逻辑、反历史的吧？哦，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讲闽南语，或者是讲这个是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母语，它是一个方言，你很清楚。可是问题，他就是要去强调这个差异。民进党全代会刚刚结束，台军汉光40号演习就从22号起开始5天4夜不间断的实兵验证科目。台防务部门表示，演练的主要科目包含战力保存、整体防空、联合截击与反封锁作战能力等。两大验证重点为去中心化指挥管制及交战规则的运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是指模拟指挥链在战时若中断，导致各战区甚至各作战单位无法向上通联，而必须遂行独立作战。要落实独立作战，则必须确立接战规则、授权与责任区。而此前爆出台军将给官兵配发交战规则卡片，也被网友嘲讽称打起来了，谁还来看说明书？现在汉光兵都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把所谓的当指挥中心被摧毁的时候，那他怎么来应对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更加的贴合实际的战略，这也是美军介入之后最大的差别。因为毕竟台湾的部队已经太久没有打仗了，所以其实距离第一线的这个作战的现场实景已经是距离非常远。可是美国部队一直在打仗，假设你的连级单位或营级单位跟你的旅级单位，甚至跟你的军团单位出现这种通讯中断的状况，那你该如何来应对？好，这是他们现在要把所谓的指挥权往下移的一个部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方面面的呈现哦，都在导向一个美国希望台湾往实战化去准备、往实战化去推演的部分。另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8号还专门前往关渡视察，并声称淡水河防是重中之重。实际上，淡水河口距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仅22公里，因此被认为是重要的战略卡口。此次台军汉光演习将台军河防演练与台北港松山机场的反机降演练结合，以验证台军的防御能力。有分析就指，顾立雄说淡水河是重中之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赖清德的安全是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据台媒报道，本次汉光演习的一大变化是24号下午将在花莲港演练境外物资转接。报道称，由于台湾是海岛，若台海发生战争，包括能源、粮食在内等物资如何运抵，将成为一大课题。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操演过去也曾举办过，但已许久未执行，且港口物资接转非常繁复，涉及军队和港口等多部门的配合。重点在于如何确保外部物资运抵台湾岛后，如何借由各种交通方式运输至指定地点。死的时候，我们台湾是一个孤岛，可以有机会对外通联的，就只剩下花莲、苏澳这2个港口。海军会在这个时候开辟一个安全航道，让原台的物资可以进入。所谓的境外物资接转，它会有很多方面跟方向来做哦。那不管哪些方面方向来做呢，基本上就是要维持台湾的战争的动能，也就是说台湾不能被一围就歇菜了嘛。除了直接攻台之外，它是有很多选项，或者在攻台之前它有很多可做的。那最近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海警在台湾海峡的巡弋范围不断在扩大，甚至已经到了澎湖海域去了。
台媒分析称，台湾缺乏石油、天然气、煤矿、钢铁等战略物资，尤其是液化天然气的存量只有11天，且均需仰赖进口。石油、天然气不仅让民生在战时能维持正常运作，更攸关作战存续，因此有演练物资接转的必要性。但观察指出，解放军联合利剑演习早就对台湾岛进行维和演练，根本没有台军境外物资转接的可能性。对于台军汉光演习，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应。他首先强调，这不是外交问题，再回应称，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在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下，不断地进行谋独的挑衅。但是任何渲染紧张、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图谋，都必将遭到失败。虽然今年台防部门特别强调无剧透不演戏，操演单位事先不知道上级出题的细节，然而台军吹嘘的无剧本演练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成为岛内社交平台上嘲讽的热门话题。有台湾网友留言称，登陆点就那几处，工事当然提前构筑，除非台湾岛地貌瞬间改变，否则完全无想定，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竹围沙滩5月底开始施工防御工事了，挖了壕沟等工事。6月又有台媒爆料，台军方提前在台南安平的洗漱海滩挖掘大规模防御工事。还有台媒报道称，20号有台南民众钓鱼钓到一半，身旁突然被军人包围，事后才得知是教育召集士兵们进行训练课程。应该钓鱼啊，钓到人很少。你看见，两边啊兵哥。我哋在钓鱼啊，这是什么经验啊？台退役少将厉正杰表示，这一段视频在网上传翻了，大家都当笑话在看。光这张相片，你知道有多糟糕、多丢脸？你知道？第一个，我们看相片，我从这相片里面，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叫2栋3旅，驻地台南关田，你就是不是泄密？从上面带着背章。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来讲的话，你看我们这个阿兵哥他所做的动作，他这持枪的动作完全不对。再来的话，你就必须你这个有符合隐蔽掩蔽嘛？旁边是明明就是这个草堆，你为什么不在这边利用那个草堆来讲？就怕苦畏难嘛。对，他到草堆里面回来弄了一身脏，我要洗军服要干什么？但是打仗你可以这样子吗？厉正杰认为，这次汉光演习号称无剧本实战化，但你最起码要有作战计划。难道你无剧本这个班就摆在这个桥上吗？另据台湾联合报22号报道，汉光演习的第一天上午，台军第4作战区机步第333旅接获指令，出动多辆装甲车前往战术位置待命。但尴尬的是，车队中一辆云豹8轮装甲车疑似引擎故障，停在民宅前进行紧急维修，后方还有士兵持枪警戒。台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21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直言，汉光演习很注重在陆上作战，但若直接以台湾为主战场，那就错了，怎么打都是输。所以应该要把战略纵深往外推，最重要的是海空纵深。若没有海权跟空权，仗就打不下去了，会处于战略极不利的态势，想要翻转都非常困难。台湾基于战略形势的一个被动，尤其是民进党政府，它几乎没有任何战略迂回的空间。也就是不管美国对他做什么，他明知结果他还是忍冲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之上的时候，其实美国它现阶段它主要还是希望台湾做到那个点上，什么点上？就是如果一旦两岸开战，那拖迟的越久，对美国的整体战越有利。只是到头守不住，再抛弃就好了。再来关注半岛局势，时隔6年，韩国军方重启对朝扩音喊话，且在前沿地区全线实施。韩国媒体担忧，韩国民间团体投放反朝传单和朝方投放垃圾气球的恶性循环，可能演变成朝韩军事冲突。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2号表示，韩军从当天早上6时起启动对朝扩音喊话，预计喊话将持续16个小时到晚上10时。这已是韩军连续2天在前沿全线进行扩音喊话，也是6年来首次。韩军的24台固定式和16台移动式共40台对朝大功率扩音器已经全面启动。据悉，韩方扩音器广播将重复播出韩军制作的对朝心理战广播节目《自由之声》。自由之声对朝广播每天喊话4到6小时，其中除了韩国媒体报道的涉朝负面新闻和天气预报之外，还包括韩国流行歌曲和特制的心理战广播剧。在韩方看来，就是这些事情是朝鲜的民众平时接触不到的他们可以通过散布这样的消息来
起到这个动摇民心，然后就是对朝鲜的制度和体制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个效果。外界注意到，韩军方表示重启对朝扩音喊话是为了应对朝鲜不断发送垃圾气球。但梳理公开新闻报道可知，今年以来，尹锡悦政府废除了将对朝鲜投放空飘气球视为违法行为的法律之后，韩国民间团体向朝鲜境内释放空飘气球的次数陡增。这些空飘气球比以前的更为先进，一些甚至搭载了 GPS 定位系统和动力装置，可以向指定位置释放反朝宣传单以及 U 盘、感冒药等物品，遭到朝鲜的强烈抗议。其后，据韩国媒体报道，朝方也向韩国境内释放了含有垃圾物品的气球。实际上，韩国民间团体发起的对朝释放空飘气球，多年来一直是危害朝鲜半岛稳定的公害。韩国朝鲜研究生院大学教授梁茂兴表示，如果停止散发对朝传单，朝方也将停止空飘垃圾气球，这样就不需要扩音器广播了。他认为政府应该积极限制散发传单的行为，而不是助长。实际上，朝韩两国互相以扩音广播进行心理战始于1963年。2004年，卢武铉政府与朝鲜签署协议，双方停止扩音广播。2015年8月4号，朝韩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地雷爆炸，导致2名韩国军人重伤。韩方认为肇事地雷为朝方埋设，并于当年8月10号重启对朝扩音喊话，朝鲜也对等重启。同一年晚些时候，朝鲜率先提议举行南北高层会谈来解决有关问题，但直至2018年的板门店宣言及919军事协议中，才将中断扩音器广播纳入其中。其后，双方拆除扩音广播设施，被认为是朝韩关系改善的标志性事件。但就在上个月，韩国终止了919军事协议全部效力，随后韩方重启时隔6年的对朝扩音广播。从深层的原因来看，韩国的保守政权其实他一直没有放弃，通过这种颠覆政权的心理战手段，去达到他吸收统一的一个目标。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朝韩关系不断恶化之后，韩方找到了一个废除919军事协议并重启这个对朝广播的这样一个借口。